上的庸才是嘿哈溜呀，嘿呀嘿哈溜，嘿呦嘿哈溜，那个地上的呀雨点儿那呀溜。哎呀，地上的呀雨点儿那呀溜耶。你咋还能这么踏实？那咋办？到了这一步了呢。德福，你还是没变，还是这么敢想敢干。哪把我说的这么坚定？我也没有那么勇敢，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个会开完，明天是个啥结果。退下来还来得及。能退？你想呀，要是林教授还在村里，这个现场会能开吗？要是陈县长还没有走，面对村里卖不出去的蘑菇，他能像个软蛋一样不作为吗？我虽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他们不在嘛，我就必须要顶住。不管是个啥结果，我都要尽我的能力呢。起码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咱村民。王大福，你咋躲这儿了？人家领导马上进会场了，走走走走走。哎呀，杨书记一路辛苦，欢迎欢迎啊！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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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老主任欢迎，辛苦辛苦辛苦！哎，这刁庄移民小村变化还挺大的嘛。哎，你们这现场会搞得还挺热闹的。咱们金滩村自从有了东西部对口扶贫的好政策，再加上福建来的科技工作者带领村民搞的这个大棚蘑菇扶贫产业，让大家伙都挣到了钱，大家心里高兴。所以，就为了这次现场会，他们这个都是自发自愿弄的。自发自愿以后也不能这么搞，咱们就是来开个会，又不是搞娱乐活动。刁庄移民到这儿来不容易，挣的全都是辛苦钱，这么花你们看着不心疼？哎呀，杨书记提醒的对啊，以后我们下不为例啊！来，回上车，请进吧。
杨书记，要不先给大家讲几句？不是说过了吗？俺们来就是听，就是看，你们怎么安排就怎么开。好，现场会现在正式开始。下面先由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干部兼金滩村党支部书记马德福同志做经验介绍。总经理杨书记、谭书记，总经理各位领导、各位代表，我叫马德福，兼职担任金滩村党支部支部书记。今天这个现场会嘛，我想斗胆的把名字改呀，把这个推广发展大棚蘑菇产业现场会改成金滩村大棚蘑菇宣传推销推广会。说，照口念，照口念。书记，这个是给我准备的发言稿，但是我今天不能照着稿子念，我要给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讲一下我们金滩村的真实情况，讲一下我憋在肚子里的话。马德福，你干什么？走，把他放开，让他说。杨书记，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想趁着领导在这儿捣乱的。我也没有啥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想要借着现场会制造影响。我就是想趁着你们领导在这里，我代表大家向你们求助，想请你们给我们想想办法，把我们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菇给卖出去。马支书，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报上那篇文章我看了，不是说蘑菇销路很好，一度还遭到市场的疯抢，菇民一个棚就能赚到2、3千块钱。难道那篇文章有问题啊？文章没假，数字也准确，情况都属实。那到底是咋回事情？这就要从陈县长还没有走，叫记者来采访的时候说起了。你给大家详细说。那个记者采访完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村民看见种菇能挣钱，一下子大家都开始建棚种菇了。那个发展速度特别快，种菇嘛周期短，这一下子产量就起来了。然后股价就一天一天的往下跌，直到现在卖不出去了。当然，刚开始建棚种菇的人确实赚着钱了，但是后面在种菇的人都赔了。村民们也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市场，看着自己种的菇一批一批的烂了，一下子都傻眼了。林教授帮着大家建了一个保鲜库，但是一个保鲜库储藏不了多少蘑菇，还是有大量的蘑菇每天都在烂。书记，我能不能请我们的专家组的人给你详细的讲一下具体的情况？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听不见，你走过来说。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我来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的具体数据。现在呢，正是出菇的旺季。就拿金滩村来说，共建大棚28个，平均每个棚每茬菇出300至400斤。整个玉泉营共建棚156个，总产菇量已经超过了37万斤。简易冷存库根本没有办法缓解出菇压力，林老师就只好带着福建来的技术员，组织了3支队伍，兵分3路到全国去推销。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进展。这次林教授能不能把菇卖出去，我心里真的也没有底，所以我才想趁着你们领导在，我代表大家求求你们，帮我们想想办法，把卖不出去的菇给卖出去，帮帮我们金滩村的人吧，帮帮我们整个闽宁村的人。这个菇不等人呀，一天天在出，一天天在臭啊！你们看。
来，都闻一闻，闻一闻，这是不是良心坏了的味道？大家好，接下来这个会就由我给大家主持。说主持，其实也没有啥议程，会议内容只有一项，就是帮金滩村的所有股民、密宁村的所有股民，把卖不出去的蘑菇想办法给它卖出去。我在这里给大家表个态，我承诺，这一批滞销的蘑菇，俺们地区党委机关全部包了，所有的干部、党员、机关食堂都要带头卖菇吃菇。好，谢谢我的村民，长就不要哭了。人家福建来的科学家教咱移民建棚种菇，可成果出来了，蘑菇卖不掉了，他们就率先带队出去找销路。这就是福建的科技工作者和干部的作风。可咱们的干部呢，为了搞政绩、做宣传，给自己脸上贴金，竟然瞒上欺下、弄虚作假，大搞形式主义。这不仅伤害了村民，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对不起人家林教授和他的科技工作团队。这就是咱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耻辱。另外，为了尽快帮股民把产出来的蘑菇卖出去，把咱们的蘑菇品牌打出去，让这个新兴的富村富民的产业落地扎根，让林教授和他的科技扶贫团队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扶植和培养更多更好的种菇能手上来。咱们回去以后要立即开会，研究蘑菇的滞销问题，要成立蘑菇推销小组，由商贸局牵头，要建立一支过硬的、专业的销售队伍，紧密配合林教授的大棚蘑菇产业的发展。俺们要把蘑菇的销售工作做实、做好、做大，让股民们放心的、大胆的、无后顾之忧的建棚种菇。哎，大姚，你怎么回来？话松屁，我屋我不能回。行，你都回，我没事儿。杨叔，对不起啊，那天我不该那么说你。哎呀，吃了手里鞋底子了啊！哎呀，手也是心疼你。跟你说，吃过馊的鞋底子的人，就往屋睡送。我现在还想抽你一鞋底子，你娃都是个冷怂嘛，你咋敢干我事情啊？这宁是杨书记是个好人，要不然你娃的官运就到头了。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嫂，其实我心里有数呢。我这官运走到头了，我还有别的路走。但是大家伙种菇的路走到头了，就真的没路可走了。行，你都回去，我没事了，走了。白老师，白老师，你我刚接到上头电话，一会儿省台要放对口扶贫的专题片，说这专题片里有咱海籍女工在福建打工的情况介绍呢。现在吗？马上。哦。走。前不久，
莆田金高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发生了火灾，来自宁夏海籍的女工白麦苗奋不顾身，带头冲进火海，带领宁夏女工抢救货物，遏制火势，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白麦苗同志，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不顾危险，第一时间去抢救物资呢？在我的老家宁夏海吉县涌泉村，家家户户都很亲，都是一家人，谁家有难都会去帮忙。救火的时候我没想太多，就像是自己家着火了，一心只想着去救火。你先不要着急嘛，那电视上麦苗不是耗着呢吗？白白净净的。那这样吧，你要是不放心，我给娟子打个电话，我赶紧去看一下麦苗。哎呀，我没受伤，没烧着，就是撩了几根头发。住院就是呛了点烟，吊几盆水就好了。你不是看新闻了吗？你看我啥事吗？哎，爸，还有人看新闻了吗？那就行。你可别跟人乱吹牛了。行，知道了。你也注意身体啊。挂了。吴主任跟我说，你这次的采访非常成功，很有感染力，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组织一次报告动员会，用你的经历和事迹去动员海籍的女孩子走出大山，出来打工。我去动员？当然是你啊，主任可下任务了，你是这次的主要报告人，而我呢是这次活动的领队，咱们俩可得好好的准备下这次宁夏巡回的报告啊。要回宁夏？对。那去闽宁吗？这个还没决定呢。不过主任开完会就会通知我们。怎么样？要回家乡了，开不开心？开心。你别高兴得太早啊，到时候可是你一个人当着很多乡亲父老的面做报告，紧张吗？没事，放心，有我呢。走。这个是福建特色菜，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尝尝。我从你提供的素材里啊，选了你3次离家。这次咱们的稿子就围绕这3次离家来写。你看啊，第一次，陪水花姐逃婚，但失败了，所以水花姐呢就服从了她父亲的安排，忍痛和德福哥分开。你从那个时候就认定，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次，你的发小马德宝答应你要带你去新疆打工，但他食言了，自己先去了。第3次，就是这次，劳务协作，你真正离开了家乡。我不想提第1次。为什么？因为那是解水花姐心里的伤疤。我也不想提第2次。因为那是件……行，那咱把侧重点放在第3次。哥，快点！来嘞，我刚才说那几点，你今天必须落实了啊！好。
你工作这么忙，要不我一个人去算了吧？不行，我不放心。老金为啥不干了？听说他有个摊位，别人给收了。县长。 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去银川的农贸市场。去干啥呀？卖蘑菇啊？对吗？这市场不已经饱和了吗？你去卖给谁啊？再去看一下嘛，万一有人收呢，能卖一点是一点嘛。现在这个蘑菇又开始烂了，林教授也没有回来。行了，不用去了，回村部说吧。啊，走走走，走。 还有呢，多吃上去。哎，谢谢。来来来，我给你盛。不，县长。等会儿。好，那你们自己来吧。行，真行。我吃几碗来着3碗。哎呀，知道我为啥吃那么多吗？饿了。 最近啊，这个杨书记带头吃菇，带头买菇。这几天县里的机关食堂1日3餐，从早到晚，吃的全是双胞菇。真是吃菇，把人吃哭啊！真的，一点不夸张。你问高秘书。哎，行。我们这次来，除了跟你们说正事。 我俩就是想改善伙食，吃点别的，只要不是蘑菇就行。那再给你盛一碗吧。啊，够，行，过了瘾就好了。哎呀，好了，不说了，咱说正事。我这次来是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啥好消息？这个杨书记啊，我估计啊也是吃不动菇了，所以呢，让我们海吉县出资，在开发区和闽宁村再多建冷储库，把你们的蘑菇都存到冷库去，出多少存多少。但是，冷库再多，也有存满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呢，县里为了这个事情，就成立了一个蘑菇推销领导小组，专门解决蘑菇滞销问题。就一件事，帮你们卖菇。明天，县里组织的客商就要到各村来收菇，争取把咱们的蘑菇卖到外地市场去。哎呀，谢谢县长，谢谢县长。哎呀，这真是一个太大的好消息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些客商啊，毕竟是咱们组织来的，咱还是得热情招待一下，是不是？是。像你们这个搞搞卫生啊，管个便饭什么的，是不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对对对。啊，咱们呀，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路铺得长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来找政府的麻烦。对对。哎呀，那个县长，那天县长对……好了，就不重提了。我已经向组织做了检讨，也接受处分。你呢，也代我向村民们道个歉。咱眼下最重要的是将功补过，帮大家卖菇。好，县长，你放心，只要你把客商叫过来了，我们一定热情招待。来了，把车卸了，辛苦了，谢工，来，放这儿。来，凳子。咋样？量可以吧？收完工啊，先不要走，把它留下来，我们随便吃点便饭。我给过去了啊，先收锅，来，这里边。来，排队啊，排队，有排队。不，哎，师傅，啥价了？8毛1斤。
妈！哎，你这把价钱太低了吧？村里叫我来的嘛。不管谁叫你来的，哎，不能赔着本卖吗？就是的，你愿卖就卖，不卖算了，又不是强收。我价是行情定的，行情不好我能咋办嘛？哎，我跟你说，前几天市里和县里收了好几车，人家卖都是1块1。哦，就是说这做不能比县里市的价格还低吗？哎，就是嘛，大哥，不是你看，哎，你说这公卖8毛钱，那这咱不能赔钱了。就是嘛，对不对？对。你光见谁输，没见这个谁挨打嘛。这个事情我去解决啊。对，稍等一下。对，这德福给说去。你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事情价格没有跟你商量好，我就让村民把骨头拉过来的。但是呢，大家说的都是实话。前几天市里来收，都是1块几收的。你们现在来8毛钱，那实在是太低了吧？我县里市里收骨，给的我是福利价。我拉起也不是卖的，拉起我到市场分来吃的。啊，我拉起是要到市场上销售的。我价高了，我卖不出去，咋我们手里咋办呢？马书记。我说你村这伙人也太不懂事了，当时蘑菇卖不出去，你哭着喊着要求政府给你找人来收，现在人家客人来了，你又嫌价钱低，你村人咋这么难说话的？一个萝卜2头切，好事全让你占呀！你看，这村民嘛也是种谷困难，卖谷也难，所以心里着急上火，咱们也理解一下。是这行不行？你看，咱们来日方长。这次咱把价格再往上提一点，好不好？价也不是我定的，市场定的嘛。你嫌低找高手。哎呀，马书记，你这是还想老寻我个价格呢？我跟你实话说，没有了，老新现在都不干了。那你们稍等一下。老婆，哎，咋样？咋样，哥？老婆，这王副县长到底是帮咱呢，还是害咱呢？啊，早知道收谷的，这坑咱呢吗？在这儿。这咱听我说啊，前几天那几车谷，那是领导让市县2级干部来给咱解决困难的，咱不能按那个价钱要了。这些客商也是我去求县长，县长考虑到咱村的紧急困难，才让这些客商过来的。你说，要是人家要坑咱，那不早来坑了？还用县里来安排人家来坑咱吗？是不是？加点嘛，就。哎，他加点价也行，不能一口价嘛。这加点就是。哎，我说，价就是这个价，有减没加，要卖都卖，不卖拉倒。你还去别村了。这不卖都10多了。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呀，稍等一下。哎，伙计们，哎，我屋的骨棚虽然是烧了，我这几天没少到你的骨棚里头瞎转。你看看我骨一茬一茬的往上冒呢，你这是再不卖咋弄吧？人家说了，拾到来了都是财，钱多钱少都是钱。卖了，没，对的，你说的对，拾到来了都是财，哎，这不卖，来，台长，你叫啥名字？卖了吧。行就卖了。台湾手。 3箱啊，3箱，说，3箱啊，好。哟，林教授，林教授，你来了。你们这是去哪？刚去了蘑菇。老七，老师回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这2天有骨贩来收骨，好多村民都把库存拉去卖了。今天在哪收骨啊？现在还在金潭村呢。 小王，跟我去看看。哎，老七，我把我那边情况跟着设计。路上说。好。多少？哎，安好。对着。肯定。下一个马达。来了。一共是320斤。啊，好。多少斤？320斤。320。按完升。我给你变哈啊。哎，你高点，你小心我城头砸了，把脚砸了。可以。37斤呗。37斤呗。我们总比大夫去强嘛。师傅过来。师傅。哎呀，林教授，你可回来了。怎么回事啊？啊，
这是县里组织的客商来收菇，这2天各村都在卖菇呢。多少钱一斤啊？8毛。不能卖呀！我拿回来订单比这高很多啊。你有进点啥价吗？和几个大城市的商场、菜场签了合同，下了订单啊。具体我还没来得及算，刨去各种费用，可能到你们手里不会低于2块啊！啊！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咋不装车了？这车菇不卖了啊！不卖了，不卖了啊！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不卖了！咋回事嘛？是这样，我们林教授带回来的订单呢，那个价钱要比你们给的高多了。马书记，咱是不能这么干嘛？你订单没回来，求着我们收；你订单回来了，就一脚把我踢到2两上去。咱不能这么。老板不要生气啊！我们跑了这么一大圈啊，发现其实我们的菇不是卖不出去，是我们的信息太闭塞了。我们的菇好卖得很呢，你这8毛钱，这本来就不合理啊！啥叫个不合理嘛？8毛钱是你市场行情嘛？你听我说的嘛？林教授。在你回来以前呢，这些客商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不然好多菇都烂掉了。你看，要不今天不行啊！别说这车菇，这个价钱1个菇都不行啊！林教授，你这话说的有点操蛋了。哎，咋这么说话呢？你死也来了，我咋说话呢？咋的？别骂！你说啥呢？我是武术馆。听我说，都听我说。你们想把菇带走啊？没关系，你们收菇和我的订单不冲突的，只要你们把价钱给够了，让他们能挣到钱，欢迎你们来收菇，好不好？哎，最少2块，交给2块，来2块拿走来。对。大家听我说啊，大家把菇都送到冷藏库，我们统一卖。好。不好意思，这我带去吧。不好意思，你把钱拿吧，报告是。大概算出来了，按订单上的收购价哦，刨去运费、路费、人工费啊，还有一些达人保鲜费这些七七八八的成本，每斤的净利润按你说的2块钱，怕是有些玄乎呢。成本这么高？对啊，而且这块啊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损耗的，我都没有算进去。我觉得给菇民们报价1块6的话，可能会比较保险啊。不行，2块这个价钱我已经唱出去了。但万一赔了就要办嘛？怎么可能赔嘛？我们1000蘑菇都还没有卖，你怎么肯定我们一定会赔呢？我跟你说哦，我们跑这么一大圈，算是看清楚了，这个蘑菇市场啊很有前景。我们要发展这个产业，就要实际的收入给国民信心。给我当起我后啊，你不要瞎想了。吴主任给我们联系了银川的货运公司啊，明天一大早你就带队去兰州，我呢就抓紧时间到各个村去摸底，看这菇产量到底有多大，好下订单。好，不跟你说了，我忙去。哎呦，老西呀！怎么回事啊？哎，林教授，哎，你来了。怎么了？啊，这事干不成了。为什么？8毛钱一斤。那你还卖？不卖咋办？放到地里放臭了。种菇的时候，我臭味我都闻够了。不是跟你说，出了菇先放到冷冻库，那里卖上价钱吗？林教授。这我也听说了，我要是只收菇，不给钱，这儿少是少点，但是真的没人嘛。林教授，我要忙了，这事干不成。哎呀，你瞅你哈！王者。来，我绑上来。反吃啊！
哎，你个凌教授，挨打你不看日子啊？哎，你来，你过来，你给我走！来，走打！啊，你还有脸你走！我又不是去打架，我是跟他们讲道理，你们拦着我干什么啊？出啥事情了？啊？那些客商还在8毛钱收菇呢，只是绕开了金滩村。我们今天去别的村摸底产量的时候才知道，林教授差点跟人打起来。跟他我师傅。回来！你这臭脾气把教授都传染了。林教授，菇不卖就等着放烂，他们也没办法嘛。再烂也不能卖啊！这么搞，蘑菇事情都发展不下去了。他们忽悠菇民说咱只收菇不给钱，谁知道将来卖不卖得了？菇民们想赚现钱，就信了他们的话。其实咱们村的人心里也不踏实，都来问过我，说先交菇后给钱，这万一钱到时候收不回来咋办呢？谷贱伤农啊！农民没有了信心，就不会再种蘑菇。已经有人在拆棚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棚。哥，咋办吧？他们能动摇大家，那咱们就要想办法稳住大家。收一下了，这是。好，给你算一下啊。36加18，给钱啊。收股，一手交股，一手交钱。收股的8毛，现收股，2块钱，一手交股，一手交钱。你看哪里现钱嘛？钱让你我不给钱，你知道吧？给钱你，我来这8毛，给钱你嘛？我是看我哪里现金，我哪里现金给你在这交的，对不对？8毛钱，来走下2块钱了，这边看看，来过来。你们离开家乡的时候还没有这片树林吧？对。丁干事啊，你们宣讲团里头这一波年轻人啊，都是这2年在福建打工，一点点成长起来，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对，一定要让他们跟当地的年轻人多交流，多讲一讲我现在外面世界的变化都是什么样子。主任放心吧，他们呀，有一肚子的话想跟自己的家乡父老讲呢。是呀。你们要多鼓励他们，要像你们一样勇敢地走出大山啊，给自己、给家乡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好？好。麦苗有几年没回家了？哦，快2年了。很想家啊？是。有空回去看看爸爸。嗯。美苗回来了啊！在哪呢？县里通知我去开会，这个会是福建打工县的人物宣讲会。我在这个宣讲团的名单上看见了美苗，你看。各位乡亲领导，大家好，我叫白麦苗，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也是宁夏第一批赴闽务工人员中的一员。
我的老家就在西海固涌泉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回到家乡来演讲。在此，要感谢公司对我们的表彰奖励，感谢领导的关心，感谢各地同事的帮助，感谢海吉县人民政府、共青团海吉团委及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能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让我回到家乡，跟乡亲们讲述我们在福建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太阳爬上山头，又从另一个山头落下。我的生活里只有大山和黄土。其实人生和溪水一样，只有汇成大河，奋力地把山劈开，把土划破，才有希望奔向大海。如果失去了勇气，就会成为内陆的盐湖，直至干涸。所以怀揣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第一批富民打工的队伍。现在想来，我是何其幸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当我第一天踏上福建的土地，我还是个啥都不懂、缩手缩脚、来自贫困山区的女孩。在工厂车间里，我和海吉姐妹们经历了第一次上工的手足无措，也经历了第一次考核的紧张和焦虑。为了快速掌握技术，早日达到合格的标准，我们抓住所有的机会，勤学苦练。生产线见证了我们的汗水和泪水。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个畏手畏脚的山里姑娘，成长为了不服输的生产能手。那去了1个月能挣多少钱啊？那得看你有多能干了。有些厉害的1个月能挣上千。上千？梅苗姐，那去了以后我饭咱吃不吃得惯吗？除非你不爱吃好的，就爱吃咱的洋芋散饭。姐，我也想去报名呢，可是我们远，我害怕我会想俺家。哦，这是最难的事，肯定会想家的。我每回想家的时候，就问自己，你是想家，还是想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些？啊？穷。